Hi, welcome back to the Alarm Room. 大家好，欢迎回到道次第疫情时期的爱课程，或者我们称它为把病毒送到太阳中心。我不确定我更喜欢哪个名字。你看到了这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图片之一，那就是巴黎的牛角包，徜徉在巴黎。我喜欢一看到面包店就进去瞧瞧，每隔2-3个店就有一家，所以让我在巴黎的街头穿行挺困难的。我得到了牛角包的配方，还试着自己在家里做，要用差不多半公斤的黄油。所以我决定不要吃那么多，但不管怎样，牛角包很美味。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我也不记得了。我们来看看。他用一个问题来开始，帕bon卡仁波切以一个问题来开始。如果有人来跟我们说，你还记得上一集里的那个词吗？我们讲了在你的掌心有某个东西，这是你们主修的，这是你们现在的首要实践，它一直就在手心的那个，记得吗？如果有人来对你说，嘿伙计，你现在的重点是什么？你的佛法修行中排第一的是什么？我不了解你，但如果你像我一样不断的实践再实践，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许多年前我有一个来自缅甸的学生，大概25-30年前吧，他跟我多学了一个冥想。我当时正在授课，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要去听课。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不想再多一件事情让我内疚，你教了我却做不到。他说我有点发狂，因为试图照做你教我的所有事情，感觉到有点内疚。To down they kill 意思是你要专注于什么。我认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找到一件要专注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显然，在我们这次的道次第进修营里，我们试着把注意力放在这种体验上。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触发这种体验的指导，但是我仍然认为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它，就在我们的心识里种下了这种体验的种子。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体验，我相信如果我们中有足够的人一起拥有这样的体验，那么我想病毒就无法存活在我们周围。所以这就是我对付病毒的想法。我在吃早饭的时候就在想，得了吧，现实点儿。今天早晨你得研究一下新闻，看看经济学家对病毒疫苗的进展是怎么说的。你要考虑美国航天公司关于安全飞行的想法。我察觉了我自己在这么想。有一篇报道说，在一些国家，人们听说喝甲醇有助于抗病毒。结果400人因此死于喝烈性酒精，因为那是用于清洁的。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哎呦，这些人都疯了。他们生活在一个这么奇怪的社会里，竟然会喝甲醇而致死。因为他们喝毒药，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有助于防止病毒感染。然后我发现自己在想，其实疫苗也是一样的，这实际上基于一个错误的想法，明白吗？他们是一样的。如果疫苗真的凑效，如果他们制造出一种有效的疫苗，不是因为化学物质中有什么有效成分，而是因为你我所拥有的某种态度。如果我们能有这种菩提心的体验，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去与数十亿生命接触，如果我们能安慰他们说别担心，我会一个一个的照顾你们，那才是病毒的真正解药。
疫苗和甲醇，我认为它们都是一样的。如果凑效了，那是因为你的爱，而不是因为疫苗里的有效成分。我也期待这疫苗，我认为它会起作用，但我觉得我们必须有很多的爱，让它来凑效。在这个时期，我们要为别人着想。不管怎样，如果有人问你，那么格西老师，你主修的是什么？顺便一提，有些人来跟我说，您教了我们上百种不同的冥想，那么你想让我们专注在哪一个上呢？我们主要实践的应该是哪个呢？然后他说，邦卡仁波切说，有人问你这个问题，意思是我主修马头冥王密法，意思是马喉密法，这是一种特殊的密法。张中是金刚手，手握金刚杵的佛。Jigche 是部位金刚，也就是恐吓或恐怖之王。当顿这个词很难，是一个很难的词。类似以上三者吧，或者你可以说金刚瑜伽母，或者度母，或者说是药师佛，我主修那个。当意思是蹲的意思是我正在背诵这个成就法，这是我常规的成就法。蹲的意思是每天早晨背诵，梵文怎么说？这是一个对瑜伽经的很出名的错误译法。它的意思就是做你的日常记忆和背诵，所有的翻译都翻成了自学之类的，其实完全不相干。总之，登的意思是 Vaidya， 意思是每天早晨背诵你的成就法。Ging 是现在分词，我每天都在这样做。这就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Yosemo 意思是我们会这样说。Paochewani， 我们大多数人如果能理解什么是我们的 Tudangi， 奖励$50。Toksum。答对了，$50，你得提醒我，不然我会忘记的。是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主修的是什么？是认为事物从这边来，然后被事物激怒，或者以错误的方式获得想要的东西。这是我们主修的核心的实践。你想要一个核心实践吗？那就是我们主修的。生命之轮中的3个动物就在生命之轮的核心。Mango 意思是你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我这里有一张手掌的照片，这样你们就可以记得住这个表达。我们主修的是什么？我们在专注于什么？它就是你的掌心，这就是你主修的，这就是你一直随身携带的。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我觉得它很有艺术感。阿底峡尊者说，他在说的是阿底峡尊者。他说：“哇，他样样精通，他掌握了无数的经文和论事，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我昨天试着读了一本，我就决定10月份不教你们这个了，因为太难了。他样样精通，精通所有这些。顺便一提，我们要学他的成就法，但是我们不打算学对空性的论事。虽然那通常和成就法是印在一起的。我原以为一起学会更好，但是太不现实了，教他需要1年的时间。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学习这些科目。Sem Rinpoche 是一个美丽的表达方式，意思是这种宝石般的意识，这种宝石般的心识状态，意思是这种体验与其他人有这种体验。
Sim Rinpoche 这种宝石般的心识状态，却为了得到它，他远渡大洋去接受关于菩提心的指导。有一位著名的喇嘛住在 Suvarnadvipa 黄金岛屿，是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它叫什么？苏门答腊岛。他启程了，他说，我听说有一位老师教授菩提心的很棒的老师，住在爪哇和苏门答腊附近的小岛上，所以1000年前他就乘船起航。这位喇嘛从印度的北部出发，漂洋过海，花了13个月的时间。那是个极其困难、极其危险的旅程。在下一张图中，我觉得这张图片说明了一切。他乘着一叶小舟，航行在非常危险的汪洋大海上。在那个时代，航行是非常危险的。我认为这幅画一点都不夸张。红色为什么这么重要？他总是戴着一顶红帽子，宗喀巴大师戴金帽子。如果你在唐卡上看到戴红帽子的学者，那就是阿底夏尊者；金色帽子，那就是宗喀巴大师。所以我选了红色的船，这一点都不夸张。这大概就是13个月旅行的感觉。漂洋过海去见这位上师，他持戒非常严格的，甚至拒绝脱掉他的僧袍，整个旅程他都穿着僧袍。当他到达的时候，当他到了那儿，发生了什么著名事件？是呀，我想没那么多。他拒绝去直接上课。顺便说一下，那位老师的名字也是法称，但是是另外一位法称大师。有时他被称为 Suvarnadvipa Guru， 来自苏门答腊黄金岛的上师。但他没有直接去上课，他先查了查上师的底儿，可能是他到了印尼之后，上了互联网，调查了这个人，看看这个人是否有什么丑闻或其他问题。他没有直接去找老师。在海上漂泊了13个月后，他先研究老师。然后呢，阿底夏尊者学习了完整的指导，从金州大师那儿直接学习了获得菩提心体验的完整指导。他把菩提心作为他的掌心修行，他掌心的修行。阿底夏尊者一生中有很多老师，但是他最尊敬这位老师，他对这位老师比对其他的老师更尽心。这位向他传授菩提心的老师，这句话很有趣儿。Shen 意思是，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位金州大师，他的哲学学派是Samzong，他是一位唯识宗的修行者，因此他是 Mawa， 他是较低学派的。非常有趣的是，帕邦克仁波切会加上这个内容。从他对空性的理解来看，他实际上低于阿底夏尊者、宗喀巴大师等人。他的观点是唯识宗。那么，为什么见解更高的阿底夏尊者对这位老师的尊敬要超过对其他的老师呢？
因为这位老师教会了他这种形式的爱，普遍的爱是非常美丽的。跟读 etu， 意思是对呀，我必须得这样做。Rangri 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应该致力于此，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修行。etu 是我想我能行。to 是能够的意思。etu 是的，我想我能做到。听了这个道次第课程，这些全靠 Tim 及美尊者 Sage 等100多人的辛勤劳动。现在在这门课上，你应该说 etu， 我想我能实现，我想我能做到，我要争取一下。etu， 那就是你应该有的思考方式，你应该这样想。Luden 意思是身和心的总部，身心总部，这是什么 ？Sangyewa。这个 Kewa， 这个 Sam， 这个 Chitta， 这个菩提心，你永远找不到一副身心，也就是说，你永远找不到比今天更好的状态。实际上，疫情期间比正常情况还要好。你不会找到一个更好的世界，你不会找到比现在更好的人生，你不会找到比现在更高的智商，你不会找到比现在更好的佛法智商。他这么说的。你再也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机会了。你有一个绝好的机会达到这种意识状态，去拥有这种体验。你完全处于平衡之中，在这个疫情世界里，在痛苦与快乐的平衡之中去体验菩提心。如果你就去试一试，如果你就把它放在这里专注一段时间，你没有更好的机会了。现在就是完美的，现在一切都是完美的。有人说在天界，人们不太容易发菩提心，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麻烦。但我们有这个疫情的问题，因此一切都是完美的。我们有食物吃，经济会有一些问题，但我们食物充足，每个人都有地方住。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是，现如今世界正显示出它的本来面目，一直都是这样的。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就一直有一种流行病，它叫死亡，只是现在这一点更明显了。所以现在是个实践这种爱的好时候，是尝试达到这种爱的好时机。这句话对 Sage 来说极为重要。我们拥有这种身心，我们拥有这种完美的形式，我们应该做 Sam Jong。What's the other name for that? 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 ？Lojong。所以不要让别人告诉你智力发展之类的。有些翻译糟糕透了，很差劲的翻译。在这里，这里有一个 Lojong 的真正意思，他在逗我们玩，他不把它叫 Lojong， 他用全名称呼它。Changchuki Sanjong， 修习菩提心，试着升起菩提心，这就是 Lojong 的意思。我在 ACI 14阶告诉你们几百万次了，这里就是。如果你得到培养这种菩提心体验的教授，如果你想找理想情形下、理想世界中的一副身心，从而获得菩提心，你已经拥有了，而且你还在学关于发菩提心最好的教授。
你们正在学习广解的道次第，这个道次第课呢会持续14年左右。你怎么可能比这个状态还好呢？你正坐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次第的课堂上，你正坐在一个舒适但也充满危险的世界里，这很完美。你修什么法都比不上努力获得菩提心。如果你上了这门在互联网上教授的道次第课程，在这个世界有足够的食物、足够的住所，还有一种可以杀死你的病毒，这一切就是完美的。就好比如果你现在不能通过这种教授发菩提心，不能在我们正经历的这个世界发菩提心，那么你就像是到了巴黎，却不去面包店，而且也没买巴黎地道的牛角包。我要给你们一个测验。为什么我在巴黎的时候有那么几天买不到牛角包？这是一个小测验。不，你去的时候总是有时差的，从美国过去到时差是很糟糕的，最糟糕的就是从美国到欧洲，然后会发生什么？你很晚才起床，而最好的面包房在11、12点后就不卖牛角包了。你去店里，他们会说，愚蠢的美国人，过了11点就没有牛角包了。为什么不？因为我们不像你们那样用马油来做，那样11点后就不好吃了。我们想要卖新鲜出炉的。总之就这样。跟读新读胖，新读胖。胖的中文意思是胖，肥胖。这就是疫情时期长出的肚腩。在藏语里，新读胖的意思是，你们会怎么说？你去了巴黎却吃不到牛角包，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意思是难以置信的损失。新读胖，你得到了最好的教授，你听到了最好的道次第课，你正在听这些指导，你有足够的食物，你有地方住，你长期困在家里，你看到了这种生活的本质，也就是危险。如果你不拿起牛角包，那就太傻了，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新读胖，你搞砸了。新读胖。So, you see people comparing Dharma. 你看到人们在比较佛法修行，他们以为，So Chulen is a special yoga practice. Chulen 是一种特殊的瑜伽练习。你出去收集某些花的花粉，然后把它做成药丸，小小的药丸。如果你达到了一定的冥想水平，你就可以靠吃那个活着就够了。我认识一些外国人、一些美国人，还有欧洲人，他们尝试做Chulen。西方人尝试这些东西是件好事儿，因为西藏人知道的更清楚一些。西方人读到了这样的内容，他们跑到外面弄到一些花粉，做了小药丸，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做了1个月的Chulen。他们靠这些药活了1个月，他们看起来像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看起来糟透了，像快要死了。那不是Chulen。
Chulent 的意思是，如果你的冥想到了这个层次，你吃下这个小药丸，你看起来就像 Seiji 那样肌肉强健、壮实、快乐、健康。所以那个不是 Chulent， 好吗？如果你变得瘦干干的，你就不是在做 Chulent。如果你看起来很棒，那就是 Chulent。Yangchen 意思是顶峰。它意思是峰中之巅，央是野的意思 ，Chen 是尖端。他们认为，这是宗教修行的顶峰了。如果我吃这些小药丸，我就能活，那我就是一个圣人了。这就是真正的圣人应该有的样子。龙是一个特殊的词，意思是有错觉，很大的错觉，就像那些疯人院里说我是拿破仑一样，这就叫龙。所以他在这里说，这些要吃这些小药丸的人，而且他们不会变得消瘦，那么他们一定是真正的冥想者。他说 Lom 那都是错觉。然后你问他们，那你对菩提心有什么看法？他们说菩提心很好，没问题。但我在忙于 Chulent。菩提心那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事情之一，它没什么大不了的。这里说到 Kyauchung， 意思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们看到人们徘徊在与正悟相反的方向上。那就好比正悟是在10英里以外这个方向，而他们就在沙漠里徘徊，完全糊涂了。我在做 Chulent， 等等等等，你得去那边。不，我要去这边。所以这就叫 Goa， 在修行道上犯了错。这是佛教的一种说法。意思是，这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别以为我在描述一些疯狂的情况。通称的意思是看到实体，但是在藏文口语中的意思是得了吧，这些人你随处可见。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佛法团体中，你都能看到这类人。他们认为一些瑜伽小练习比爱别人更重要。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这些没有风的人身上来。我们在试着发菩提心。他说：“你看，如果你能有一次真正的体验，就一次。如果你不能得到那个真正的体验，至少也要尝试一下，继续试，继续不停地试。试一天，然后第2天又试，第3天再试。所以他在这里说，听着，如果你不能在20分钟内与宇宙中所有的人直接接触，那就继续不停地试。Songjen 的意思是继续不断地适应它。Nyuwa Tongma 意思是不断适应这个想法，听闻、学习和你们的朋友们一起讨论，不断地适应这一想法，在20分钟内遇见宇宙中的每个生命是可能的。还要向他们承诺要照顾他们，就好像你是他们的父母。所以不断适应这个想法。他在这里说的是，听着，如果你明天没有这样的体验，不要惊慌，你只需要继续努力，继续尝试，不断适应这个想法，继续思考它，这样就会有助于这个想法在你的心识中成长。Edju 这是另外一个 Edju。如果你没有时间，太忙了，没有时间不断地思考它，那就时而想想吧。
至少要有一个大体的心境。意思是试着进入一个大体的心境。比如上班的路上，在你的车里，在吃晚饭的时候，在看电影网站的时候，偶尔想一想，如果我能做到，那就太酷了，太酷了。所以即使你不是有意识或者有目的的每天去实践，但至少试着偶尔心存这个想法，这就叫做 new to 不断适应这种想法，习惯于这种想法。这就是你应该做的。但是 key 在一个句子的结尾表示否定。如果你认为不值得花时间对它进行冥想，如果你的冥想时间都安排在金刚瑜伽母上，或者安排在度母、药师佛上，你没有时间，因为你的冥想时间都被这些高级的密宗冥王排满了。如果这是你的修习，如果你认为专注于金刚瑜伽母、度母或者药师佛是最主要的事，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其中，没有时间在日常练习中去思考这个体验，这种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毫无意义的努力。你正在修的密法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不去修习这种心识状态，其他一切都会变得毫无意义，让你自己疲惫不堪。这就是毫无意义的消耗自己精力。你生命中没有比这更大的损失了。这样度过你的一生，这就像是去了1000次巴黎，却没有吃过一个牛角包。这一部分的文本我们就讲完了。在下一次进修营时，我们继续讲。下一次的进修营，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会重点讲药师佛的修习。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练习。很明显，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带着这种态度去爱宇宙中的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这个星球上的人。这个星球是很小的世界，像这样的世界有几十亿个。如果我们能有这种更强大的专注力，就像你把海里所有的鱼都抓到了，你想抓哪条鱼都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吗？诸如此类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想抓鱼。如果你能把整个海洋里的鱼都抓上来，那么你真正想要的那一条，可能就一条，它叫做啾啾鱼、菊苣鱼，你很可能就会抓住那条你想要的。我们第15课见，我们会再复习一下这次课程的所有重要理念，这对你我都有好处。我们已经非常仔细的一点一点的讲过了。如果我们能用一次课复习所有的内容，我们就能更欣赏这里的思路，也就更容易记住在进修期间讲了些什么。下一次课见。